俄乌展开激烈军事冲突，北约国家的动作也备受关注。美英法德纷纷表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增兵东欧，却又坚持不向乌克兰出兵。那么，增兵的背后有怎样的目的？究竟是威慑俄罗斯，还是刺激俄罗斯？普京命令俄战略威慑部队提升戒备等级，向西方发出了怎样的信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7号宣布成立一支新的部队——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由希望参与击退俄罗斯军队的外籍人士组成。泽连斯基表示，所有希望加入抵抗俄军的外国人来到乌克兰，可以参与到这支部队中。根据乌克兰2016年6月10号签署的第248号总统令，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武装部队服役条例的相关规定，外国人有权自愿根据合同加入乌克兰武装部队。外界认为，泽连斯基宣布成立外籍军团，可能将给俄乌局势带来新的变数。欧洲国家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外籍军团有法国外籍军团和西班牙外籍军团。其中，法国外籍军团是由外国志愿兵组成的陆军正规部队，拥有和法国本土部队同样的装备，但制服佩戴有特别的配件，以示特殊身份。先后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局部战争。从本质上而言，外籍军团其实等同于雇佣军部队，是依靠提供高额薪水组建的。肯定会有很多外国人呢，愿意去参战的对付俄军。有些呢是为了高薪，有些呢是为了冒险，还有一些呢，那就是纯粹的仇恨俄罗斯。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呀？就是一些西方的这些军队啊，他呢脱下服装，以志愿者的名义啊，进入乌克兰去进行参战。那当然了，这种情况呢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是可能性呢不能排除，会导致呢整个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也会变得更加的残酷的。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出此下策，主要原因是北约国家坚持不肯出兵乌克兰。2月25号，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了乌克兰。他已经向27个欧洲国家领导人询问乌克兰是否能加入北约，但均未得到答复。而北约国家领导人在被问及会否出兵时，则以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为由，他们没有出兵的义务。美国总统拜登和白宫发言人就已经多次对外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Let me say it again. Our forces are not and will not be engaged in the conflict with Russia in Ukraine. Our forces are not going to Europe to fight in Ukraine, but to defend our NATO allies and reassure those allies in the East. 美国不出兵，其他北约成员国就更不可能了。目前，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除了对俄罗斯挥起制裁大棒以外，还接连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言下之意就是要人没有，武器可以给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26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此次援助是美国向乌克兰1年间提供的第3次军事援助。援助内容包括提供防御性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应对其目前面临的装甲威胁、空中威胁和其他威胁。同一天，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德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内的总共28个国家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包括致命武器，如弹药、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以及医疗用品等其他援助。根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日前的讲话，一批反坦克武器、防空装备、火箭炮弹药、汽车、防弹背心等已经抵达了乌克兰。不过，评论员陈曦认为，这些援助的武器能起到的作用或将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根本运不进交战重点的区域。因为呢，现在这些武器或者其他的援助，它根本就运不到需要起作用的那些地方去。那现在呢，主要是2个大的这个区域它爆发这个战争一个就是这个基辅方向，那另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些城市都已经被合围的状况之下，那现在提供的援助根本就不可能运进去。